我好爱你，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，只是以为还有时间。后来是吃饭的时候，是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是发生了一件小事，第一个念头还是想告诉你，然后才想起来你不在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出去，请一直压在心里？在日本岩手县，有一个人真的为这件事造了一个地方。2010年的秋天，大垂町有一名庭园设计师，名字叫佐佐木格。那一年，他失去了感情深厚的表哥武川博久。他没办法让这份思念就这样停在心里，但他也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。对着墓碑说的话感觉到不了，写在日记里的字只有自己看见。他想，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思念真的传出去？于是他做了一件事。2010年的冬天，他在自家庭院的山丘上立起一座白色的旧电话亭，里面放了一具没有接线的黑色转盘电话。然后他走进去，拿起话筒，开始说话，对着沉默，对着空气，对着那个再也听不见的人。他说他选择了风，是因为在很古老的语言里，风这个字和灵魂是同一个意思。因为我的想法不能经由一般的电话线传递，所以我想让风来带走它们。他把这里叫做风之电话亭。那一年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，他只是一个男人和他心里那个说不完的故事。没想到4个月后，整个世界都需要这座电话亭。你有没有用过老式的转盘电话？你必须把手指放进圆孔，缓慢的一格一格把转盘包到底，然后等它带着齿轮的声音慢慢转回来。拨一个号码需要好几秒，拨完整组号码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这种慢在今天看来是一种不便，但在风之电话亭里，它变成了一种必要。当你的手指放进转盘，等待齿轮一格一格回来，你的心也跟着慢下来了。你从日常里退出，进入另一种时间感。有些话不能说得太快。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，30公尺高的海浪在短短30分钟内吞噬了大垂町100年的老社区，861人死亡，421人失踪。对幸存的人来说，灾难最残酷的部分不是财产的消失，不是家园的毁灭，而是那种结对的沉默，没有告别的机会，没有最后的拥抱，只是某一个早上出门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海啸发生后1个月，佐佐木格把电话亭的门打开，让所有人都可以进去。从此，那句没有电话线的电话开始接起整个城镇的眼泪。我想告诉你几个故事。那个父亲，凛冽的风中踏着皑皑白雪，一名男子推开电话亭的门，他拿起话筒，一边流泪一边说：爸爸妈妈，小峰，一成，要是能听到的话，请听我说。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。一成，求你了，再叫我一声爸爸，原谅我，原谅我没能救你们。他一口气失去了父母、兄弟和孩子。那一句再叫我一声爸爸，是他说过最重的一句话，重到连风都好像静了下来。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好一点，但我希望有。大山幸子和丈夫结婚了44年，2011年，丈夫在海啸中被卷走，她来到电话亭，声音嘶哑地说：你这一年每天都在做些什么？不是质问，是想念，是那种生活了44年的人突然少了一个人之后，连日子怎么过都不太知道的那种茫然。
他最后说：我很孤独，再见，我很快就会再回来打给你。他说，有时候他觉得他能听见电话另一端丈夫的声音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，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。结婚44年，那是另一种语言，不是每个人都懂，但每个人都想懂。再来，一名老妇带着2个小朋友挤进电话亭，男孩拿起话筒说： Hello 爷爷，你好吗？我很快就要4年级了哦，你相信吗？弟弟大和明年就要2年级了。2个孩子一字一句对着没有接线的电话闲话家常，不像是在哀悼，更像是在打一通普通的电话。孩子不懂什么是永远，所以他们只是继续说话，像爷爷只是出门买个东西马上就会回来那样。也许这才是最好的方式，让爱的人停续活在普通的日子里。电话亭里，话筒旁边写着一行字：风之电话是心灵的电话，请闭上眼，静听风声、海浪声及动物的鸣叫，传递心中的想念。佐佐木格注意到一件事，这些年来，来到电话亭的以男性居多。在日本的文化里，男性往往被要求坚强，痛苦只能往心里藏，眼泪是不被允许的东西。但在那座白色的小亭子里，没有人看见你，没有人评判你，你可以哭，你可以说任何话，你可以软弱。即使到了今天，访客已经超过5万人，这个小小的白色亭子依然是他们少数能安心流泪的地方。我们通常以为失去一个人最难的是接受他们不在了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最难的是那些还没说完的话。我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，我很想你。这些话堵在心里找不到出口，而风之电话亭就是那个出口。它的神奇不在于灵异，不在于有没有人真的接起电话，而在于说出口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疗愈。这个故事后来传遍了世界。疫情期间，佐佐木收到来自波兰的讯息，希望也能在当地建造一座风之电话亭。他说，现在整个世界都处于不安的状态，大家都期待一个出口，想对逝者说出心底话。我想风之电话就是这样的存在。从岩手县的海岸到佛蒙特州的森林，到波兰的某一个城市，即使在疫情，在更远的战乱与离散里，人们依然在不同的森林、不同的城市，拿着同样的风之电话，用不同的语言说着同一件事：我还在这里，我还记得你。佐佐木格说，我从来没想过它会变成这样，但只要还有人需要说话，它就会一直在这里。有人说，思念是一封信，写给那个人的每一件小事，每一句来不及说的话，每一个如果当时我说了就好了。大多数人这封信一辈子没有寄出去，不是不想寄，是不知道该寄到哪里。风之电话亭就是那个终于可以说出口的地方。它没有门票，没有开放时间，没有任何条件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走进去，把那封信说出来。因为有些爱不需要对方真的听见才算数。因为我的思念不能经由一般的电话线传递，所以我想让风来带走它们。